1949年4月，渡江战役胜利后，第3野战军奉命南下，进军福州、厦门等要地。8月6日，解放军兵分多路，从3面包围福州，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。吴石，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，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，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，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的一扇门。来，张妈。不是我教了你那么多遍了，怎么还不会写啊？家字太难写了。是这样的啊。看，先这样。你怎么这么笨啊？你看这点写的，你哪有这样子一下就下去的啊？爸爸，姐姐老凶我，您教我写好不好？好，我教你。家字不好写，要想练书法，先写飞凤家。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。不是，是屋顶下面3头猪。也不对，是4头，还有你妈呢。先去几点？好。吴副主任，您可算是来了。你看，共军今天6点突然发起了攻击。慌什么？主任呢？主任还在休息，我已经打过电话了，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。昨天白天共军还在距离永泰100公里以外，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。难道他们会飞吗？给25军发报，让他们按兵不动，以静制动。弄清楚敌情再说。是。吴副主任，我怕来不及啊。之前共军攻打天津，只用了29个小时啊。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。我军以逸待劳，共军劳师远征，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，不要自乱阵脚。好。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5天，现在318起义的消息还没送到华东去。攻城时，解放军不知他们是起义友军，必会全部暗地绞杀。解放军攻势迅猛，国军福州外围防线崩塌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。老师，现在全城交通线被锁，消息可能来不及送出啊。必须想办法解决。解放军能否与318师成功会合，不仅关乎3000兄弟的性命，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。老师，现在去哪儿？回家。是。给我吧，太太，该收拾的都收拾差不多了，你看那些书该怎么办呀？哎，学成，
你怎么又往外跑啊？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外面现在乱得很，到处都是溃兵。你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没？快了快了，我跟同学约有事了，来不及了。你又约什么事儿了？哎，学生，你去哪儿啊？你们俩怎么回来了？也不提前打声招呼。师母，学校不是停课了吗？学生怎么还去上课？我也不知道，整天往外跑，真是不让人省心。妈妈，啊，怎么了？爸爸，你们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？走，哥哥带你找去。你玩意放哪了呀？这干什么呢？什么干什么呢？你回来正好，刚好进来交代一下。就你的这些书啊，我都没动啊。我大概算了算，至少得装10箱，还不算楼上的呢。你说怎么办？这哪带得走啊？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？谁让你收拾的？这共军都打过来了，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。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？是广州、台湾、重庆，还是香港？哪儿都不去。福州是我们的家，不走。不走啊？听我的，不收拾啊！家里有什么吃的吗？我跟聂西都饿了。你突然回来，我什么也没做呀。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，吴石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。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，他必须亲自去318师进行新的部署，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。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，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。老师，交通员老朋友联系不上了。按照纪律，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，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通站的其他同事。那你马上去找华东局，去帮我把那个茶叶盒拿了。哎。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，尽快送到华东去。老师，您要亲自去318师，会不会太危险了？辛苦你跑一趟。是。请建峰同志上报总裁，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，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？没有正式编制，怕耽误了工作。这徐副局长，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。国府不能同时有2个编制的保密局啊！恢复编制，我来努力。啊，感谢建峰同志，备至当尽心竭力，全力以赴。好，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，关于台湾各厅属拟任主官名单的调查工作，你进展得如何？我们通过邮检制度、电话监听、笔迹鉴定等方式，已调查了周志柔、刘永尧等人的履历背景，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。只是吴石这边，总裁曾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永备攻势，但福州绥署却迟迟未见进展。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，吴副主任曾向朱主任进言，他称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伤害都守不了半个月。福州东南有江海，北有大山，背水之阵如何能守呢？老师，您亲自去会不会目标太大了？
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，您的身份一旦暴露，后果不堪设想了。我们不如从长计议，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。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？来不及了，起义早一天完成，福州就能早一天交还给人民，这些都比我重要的多。吴副主任找王副师长。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31军商量好了，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，上级就会通电起义，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，然后一切听解放军指挥。是。到时候啊，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来开会，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他们要是敢反对，我们就直接扣人。好。报告。你们两个先出去。没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许进来。是。吴副主任，吴副主任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夺回宁江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，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，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。现在你能控制多少部队？放行。对不起，我们没有收到命令。对不起，我们王副师长有令，没有他的命令，不能放行。请说明你的任务。你没有权限知道，我命令你们让开。让开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龚秘书，张团长，这位是随署朱顺良主任的秘书。把枪放下。怎么了，龚秘书？我有重要任务，我要见吴副主任。有什么事您跟我说，我去报告吴副主任。不必了，朱主任交代的事情，我亲自去。报告，随署龚秘书来了。什么事儿？吴主任，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们先到外面去等。主任说有要事相告，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。好，你们现在只有1天的调整部署时间。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，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。是。记住啊，聂副官，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。是。朱主任怎么知道吴副主任在这儿？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？都是通的，都是通的。那为什么随署要派龚秘书来接人，还带了宪兵？吴副主任，请您上那辆车。
难道是起义的事情暴露了？我们这没有走漏任何风声。聂副官，吴副主任要是被他们抓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原地坚守，等待起义。解放军很快就会到了。老师，那边交给我。 行。主任，您找我有事儿。你瞒得我好苦啊！主任，您指的是什么事情？总裁手谕。 于勋武帝依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地咨询，思为之清晰情报之熟练，印象甚深。时之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，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。特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，兄中正14时。 总裁对你颇为赏识，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奖？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。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。你看，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，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。 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，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更是有名无实，桂系不足为虑。总裁此时不用你吴状元，更待何时啊？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颜，跟我没关系，没关系。 总裁对你委以重任，总归还算是件好事。于兄，以茶代酒，祝老弟前程似锦。主任，我吴某无论将来在哪里，绝不敢忘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。你今日怎么有心去318师部走动？昨日听夫人提起，介师长打算全家搬离福州。介景和不会吧？他可是唐恩伯的亲信。共军现在大兵压境，福州危在旦夕。当下我们正与共军做殊死战，但介师长一向爱惜妻儿，所以我便亲自去318师，想了解一下情况。这老小子，既然他如此怕死，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。你当时是不是说过“当国不忘，天理难容”啊？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，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？眼下您刚去318师，这边任命就下来了，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。老师，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。等福州解放，这手谕不过就是废纸一张，您不如踏踏实实的跟师母留在福州，一家团聚，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。你再跑一趟，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去。
来福州公干，当然得拜访一下于勋兄和嫂夫人了。快请进，请进。于勋，你快出来看看谁来了。哎，嫂夫人，带点特产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纷飞兄，盼你久矣啊，甚是想念。于勋，你送出的消息，组织上已经收到了，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。第一，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，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。任务的事儿怎么说？没有硬性任务，是就地起义，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？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。完了，完了。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。你说。不要去。冯飞兄，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和汤恩伯、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，帮助解放军仅用3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，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，敌军在苏南、浙江的防御计划，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。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呢？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？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，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。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，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。于兄兄，福州眼下解放在即，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，那是多幸福的事情！你已经戎马孔总半生了啊，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，不宜再冒此奇险。魏兄，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。完成此次起义，迎接福州解放，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。你到台湾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嫂夫人该怎么办？孩子们又该怎么办？你这是怕我回不来？你去的是台湾，深入虎穴。分别兄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。你在香港人脉广，路子多，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。你这是在向我托孤？严重了，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。这个忙，你听着，我帮不了。分飞兄，你知道我的，你答应我，我会去的；你不答应我，我还是会去的。若一去不回，便一去不回。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。于先生，嫂夫人和孩子，我不会替你照顾得太久，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。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，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。分飞兄，拜托。我心跳贝贝啊，走三关，我改完所有回的路放下西凉梦。
我睡觉吧。走啊。李逵，坐下，陪我说会儿话。说吧。对不起，李逵，你给我生了5个孩子。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？我想说，你那么年轻，18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，颠沛半生，辛苦你了。谢谢，要不进去喝杯茶？打扰你们休息了。别小心意，帮您收下这点心意啊。你们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忙，我们就先不打扰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昨天晚上怎么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？可是我睡在沙发上腰会疼。你想让我怎么样？妈妈，我吃好了。去正殿回屋吧。我还没上呢。没关系，有什么想说就说。你平日里最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。上峰有命，不得不从。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。我已经让你一起买好了下午2点去香港的船票。我也托人去找兰城和邵城了，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。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。行，我不去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就要留在福州。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？你不走，怎么办呢？一个人流浪街头。我可以暂住同学家呀。实在不行，我可以去上海找兰城姐姐。暂住多久？兵荒马乱的，我跟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。福州是我们的家乡，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？雪铮，你14岁了，不再是小孩子了。最近家里面事情多，你要慢慢的学会照顾你妈妈，照顾你弟弟，不能一味的任性。
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、当父亲。妈妈，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？我们一家都要搬家，搬家我也要管。咱不带它，咱也带不了它。不要，我就要带着它。你别不讲道理好不好？妈妈都说了不能带，不能带，带不了。我就要带我的小鸟。小鸟怎么了？来，跟爸爸来。爸爸，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？这不挺有精神的吗？别哭啊！你学一声鸟叫，它就好了。学成，想让它有精神，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把它放了。好，不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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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带着啊。谢景和一听朱主任要调他顶到一线，立马就带着举5师团逃跑了。我们起义的所有障碍已经全部扫除了。报告，副师长，我把解放军独队带过来了。你好，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野31军92师副师长。318师阵地战况如何？速报。主任，叶星啊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不在这儿，在哪儿啊？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318是认真倒戈，现在福州城区门户洞开，赶紧走，再不走，连机场都守不住了。快快快！老师，我申请跟您一起去台湾。你不能去。我要去。申请跟您去台湾，我理由有2：于公，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您的工作，保证您的安全，我不能当逃兵；于私，我的信仰是跟随您建立起来的，我不放心您一个人去。你走了以后，阿美怎么办？你爸妈怎么办？我都安排好了。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，我也给我弟弟打了电话，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。那孩子怎么办？孩子太小，我打算把他放在爷爷奶奶这儿。你这么决定，阿美没意见吗？阿美完全同意。在我上飞机之前，如果你能向我证明，你这些安排，阿美完全同意，你可以去台湾。老师，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，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。您知道的，我水性不错。我让你停车了吧？继续走，一起走。是。父亲，福州可能要守不住了。汤恩伯不是称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？如今福州竟连10几日都撑不住，怎么回事啊？318师师长谢景和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，便临阵逃脱。王副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，导致福州东门大开。谁批的调令？父亲息怒，调令是朱主任亲批的。但蹊跷的是，调令下达之前，吴副主任亲自去318师部总理他。
传闻这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，王副师长曾受教其门下。吴石，不可能！听，你把吴石的家眷一起带来台湾。好的，父亲。主任，嫂夫人和孩子呢？在飞机上呢。哎，刘汝明呢？早跑厦门去了，这会儿还等谁呀？来了。哎呀，老吴啊，你快点儿啊！石大强，不用谢下来，就等你了，你可算来了你。那咱们台湾再聊吧。好，我先上去，好，主任，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？感谢。不只等你一个人。哦，还有谁啊？谁让你们来的？是没上船吗？我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。宇轩，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，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，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你和弟妹一起前往台湾，所以安排同架飞机，我们一同前往。主任，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。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，所以，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。碧奎，趁时间还来得及，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。不，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。我要多谢朱主任，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。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。宇勋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？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，那我就留在福州，等着你回来。好了，先上飞机。快走吧，不然来不及了。1949年，解放战争进入尾声，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，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，隐姓埋名，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。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，房子还没有准备好，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。姐夫，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，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款别克送副官，非得气死不可。宇勋，会不会得罪人？没事儿，别太担心。前面怎么了？站住！站住！快点！下！
跪下！